林彦川，这卖地合同你今天必须签。你爹活着就是个绊脚石，现在死都死了，休想再断全村的财路。大哥，建民今天才刚下葬，你们这样逼我们孤儿寡母。二婶儿，瞧您说的，我们也不想这样啊。彦川哥现在在城里大公司做办公室，工资高，肯定看不上这点钱。可我们不行啊，我们可都是普通人，一家老小还要吃饭呢。桂兰啊，不是我说你，你们家老林守着那口破老堂多少年了，拦着不让人碰，现在那水臭的哟，一到夏天，家家户户连窗户都不敢开，闷得要死。还有那毒蚊子，一窝一窝的。老林在的时候，大家顾及街坊邻居的面子，现在老林走了，彦川在城里也算是高收入人间。以后这破村你们娘俩也不见得会常回来，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把字儿签了，拿了钱，村里修了停车场，何乐而不为呢？我爸苦苦守了20年的蓄水塘，在你们嘴里只剩一个臭字。呵呵，彦川啊，你也消消气儿。方老板要在咱们村投300万建停车场，一旦建好了，这摊位费年底分红大家都有。你自己在外面挣大钱了，总不能让老家的人连口汤都喝不下吧？赶紧的，签了，20万补偿款一分不会少。签完，咱们逢年过节还是亲戚。谁替我妈写的名字？一个名字而已，签就签了，难不成我们还能害你？你替我妈签字，我现在就打电话叫村务值守来做见证。二婶，彦川哥在城里赚大钱，当然看不上这点儿。就是啊，桂兰，那破堂臭的，大家夏天连窗户都不敢开。以前老林护着，我们捏着皮子忍了，现在人走了，你们干脆拿钱回城里享福，把地腾出来修停车场，皆大欢喜，多好啊！彦川，要不咱签了吧？妈，不能签。可这么多人都在。我爸走之前交代过，这口塘坚决不能填。你爸活着的时候天天念叨防汛防汛，可结果呢？清溪村这20年发过大水吗？我告诉你，没有。林彦川，你别拿个死人当借口，你就是想挡着全村人致富。你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试试。我爸守的是一个臭水塘吗？他守的是你们所有人脚底下的这片村子。哼，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行了，彦川啊，这项目的手续镇里面都审批过了，没问题的。没问题。这塘一填，后山暗沟的水往哪儿排？雨季一到，全村都得淹。你管这叫没问题？别听他胡咧咧，一个毛头小子去城里做了几年办公室，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就是，你要真有本事，就让那塘自己变出钱来呀！挡大家财路算什么？我最后再说一遍，这字我不签，我妈也不会签。真敢撕啊！真敢撕！林建川，你他妈疯了！疯的是你们！为了一个破停车场，为了眼前那点分红，就敢填平村里几十年的最低蓄水口。真遇到百年不遇的暴雨，后山水倒灌，先淹的就是你们村东头老家。大伙儿可都听见了吧？他竟然咒咱们全村被水淹死！我这是在救你们的命！爸，这口塘他们填不了，我替你守下去。儿呀，吃点吧。你爸要是看见你这样，肯定舍不得的。妈，我不饿，你先吃。昨晚你撕的是草稿，今天这份正式协议，你再敢撕一个试试？彦川，今天方老板也来了，还给你带了补偿款，人家的诚意可是十足啊。林先生，20万补偿，一分不少，外加给你妈安排保洁岗位，每月3000。3000，弟妹，听见没有？这可是每月3000啊！你守着这破屋破塘，一年拢共能有几个钱？3000。彦川，当年你爸看病的钱还欠着。妈，钱可以慢慢还，要是把老塘卖了，我爸留下的基业可就全没了。你懂个屁！这20万怕不是买命钱吧？你胡说什么？补偿范围：塘边3分承包地，旧闸通行口，临时施工变道。对，就是借个道，
这可是带动全村致富的大事啊！燕川，这时候你可不能犯糊涂啊！借道？那为什么这里写着乙方签字后不能再以积水、他方农田受损等理由追究甲方责任？积水，他方，这上面咋还写这个？正规合同都是有免责条款的，你不要断章取义。既然你只是修停车场，为什么提前把暴雨积水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人家是大城市的老板，懂得肯定比你多。最后一页的防洪评价报告呢？什么报告？填塘、扩沟、占旧闸通行口都要有排水说明。现在这附件里只有效果图和停车位，最重要的防洪评估在哪儿？林先生，你在市里到底是做什么的？不就是在水利社企院画几张破图的吗？怎么着，在大城市待了几年，回老家还耍起官威来了，真把自己当什么水利专家了？没有防洪评估的合同，就是废纸一张。林彦川，这项目村里早就同意并且公示过，你现在鸡蛋里挑骨头是什么意思？还能什么意思？不就是嫌20万少吗？想着法的坐地起价。乡亲们听见了没有？他嘴上说什么防水，实际就是嫌给的钱少。别说20万，就算200万我也不要。老唐绝不能填，旧闸通行口也绝对不能堵。林先生，你不要钱不代表项目停，村里大多数人都同意了，明早挖机照样进场。你们怎么能这样欺负人？弟妹，我之前就提醒过你们，但是你家就是都不配合，现在20万没了，分红也没你们的份儿，后面可别哭着求我们。分红？这上面连个保底收益都没有，工期也不敢写，摆明了打算遇事就撤，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哪是补偿协议，这就是一道催命符。小子，饭能乱吃，话不可乱讲，小心祸从口出。方老板，明早你敢动塘边一铲，我就敢把这份没评估的废纸直接送到清溪水务服务站。你随便。实话告诉你，这塘你们早就做不了主了。等天一亮，你看挖机怎么平了它。燕川，要不咱把钱拿了吧？你大伯那人，你越顶他就越不会让你好过。妈，爸以前巡塘的东西都放哪儿了？唉，这就是你爸生前死活不让人碰的箱子。他还总念叨说水路记错1尺，村里就要多淹一户。他真这么说过？你爸这辈子嘴笨，就只会跟那口塘较劲。钥匙呢，妈？早丢了吧。燕川，这些图能说明啥呀？妈，方耀祖要填的根本不是废塘，是全村的泄洪口。后山的水全靠老塘缓冲再排出去，要是把这儿填了，水没地方去，必然倒灌。第一个淹的就是村东头。2019年7月，东渠堵塞，春秀家门口积水半尺，他把每一次涨水都记着，塘在洪水就起不来。你爸到死都没跟我说这些。他说了，只是没人听。这么晚，他们去干啥？燕川，妈，把门锁好，今晚这塘谁也别想动。住手！我就干活的，林老板说天亮挖机要进来。这里是暗沟入塘口，绝对不能打桩，这是要封死全村的退路。哟，这大晚上还真来守着破塘了。林建国，你要是敢堵这个口子，明天我就在全村人面前把这张水路图摊开。行，那明天村大会，我看村里人是信分红，还是信你手里这张破纸？静一静，今天把大家叫来，就说一件大喜事：停车场一修，游客能进来，摊位能摆起来，年底按户分红。真能分红？只要项目顺利，卖土鸡蛋的、卖米酒的、摆小吃的，都能挣钱。这可真是大好事儿啊！这下家里就不用那么拮据了。
可惜呀，眼看着这钱都要进兜了，偏偏有的人呐，就是见不得咱们全村过上好日子。林彦川，你昨晚不是说有图吗？拿出来呀，让大家看看破纸怎么比全村饭碗还重要。这是我爸20年记下的水路图，后山暗沟、老河塘、村东排水渠全连在一起。你爸又不是测绘队的，他画的图能当依据？那看现场，昨晚你们放线的木桩正扎在暗沟入塘口，那里一堵，水就会绕出村东低洼区。咋又扯到村东？我家就在村东。婶儿，你别被他吓住，20年没发过大水，他一回来就说要淹村，谁知道他说的是不是骗人的，就是为了吓唬住你。就是，项目黄了，他回城里上班，咱们咋办？燕川不是这个意思，他是真怕出事。怕出事？我看他是怕我们发财。大家看看，这边是停车场、摊位、分红，这边是他爸画的几条歪线，你们信哪个？当然是信钱了。钱要赚，但不能拿全村安全赌。停车场可以改到高地，老塘必须留出蓄水面。挪位置，那多几十万的成本你出？你投了300万进去，却连个最基础的防洪评估都不敢做。燕川，别把专业词挂嘴边吓唬人。村里要发展，总不能被一口糖拴死。我爸笔记里写着，2019年村东积水半尺，就是冬雨堵了。那次没出大事，是因为老塘还在。那年我家门槛确实进水了。春秀婶儿，你别被他唬住，下大雨哪有家里不进水的？他就是小题大做，就是想断了大家的财路。我提议支持田塘的举手，少数服从多数。那就等大水漫过门槛那天，希望你们手里的这点分红能买来后悔药。表决通过，明早项目正式进场。现在全村都不信你，你还守得住那破塘吗？守不住也得守。这城里人有工资就是不一样，咱们一年到头刨地，还指着农家乐翻身呢。我二叔活着就不让大家动塘，现在燕川哥回来又拦着，我们林家这不是造孽吗？婉清，话不能这么说。桂南，不是我说你，你家不缺这20万，可别人缺呀。你们母子可不能把全村人的路堵死啊。春秀婶儿，村东地势最低，你家就在那儿，我才第一个提醒你。你少拿我家吓唬人，我活了62年，就没见你说的大水。听见没？春秀婶儿都不信，你别拿几条线和破笔记吓唬人了。燕川，咱回家吧。他们不是不怕，是穷怕了。哟，断财路的又来了。我不是来吵的，我做了个替代方案，停车场可以挪到村西高地，老塘保留2/3蓄水面，游客车照样能停。村西高地离入口远，游客不方便，可以加一条步道，高地地基稳，排水顺，后期维护费也少。少开说教，你一张嘴，成本就多几十万，工期就延半月，这钱谁出？误工费谁拿？如果项目合规，这点调整比洪水损失低得多。林先生，我做生意不听晦气话，风险不是你不听，它就不存在。大哥，林彦川，你爸活着的时候守着个破塘，耽误了村子整整20年，怎么着？你现在还想接班，接着耽误？你要真有一点想着村子，就趁早滚开，别拦着大家发财。发财？我爸到死都没耽误过谁，他守在这里20年，是在给全村人保命。保命，保得大家穷成这样。哥，你要真为村里好，就别挡大家发财。对，别挡财路。今天哪怕全村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这塘我也绝对一步不退。继续放线，你敢盯庄，我立马实名举报到水务站，非法填塘，我看你这300万的项目还怎么批。今天谁也别想盯这根桩。一场毛毛雨，你又开始装神弄鬼。先收工，明早雨停了再干。王老板，就差几根桩了，让他守，雨夜守塘，正好给全村看看他有多能折腾。燕川，雨都下了，回家吧。妈，你先回去，我得看水从哪儿进塘。你爸已经没了，妈不能再看你出事。我不下水，我只量水位。你回家把爸那本防汛笔记收好。
半个小时，水位涨了2寸，雨不大，涨得却这么快，说明后山暗沟已经进水了。果然是这里。林先生，大晚上蹲这儿写作文呢？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是谁非要用几道水痕耽误我300万项目。你自己看，雨才下半个小时，后山水已经进塘，这里一堵，水就会改道。山上下雨，沟里有水，不正常吗？正常的是水进塘，不正常的是你们明天要把入口堵死。小伙子，你懂图纸，我懂生意，项目停1天我就亏1天，你再闹赔不起。洪水来了，你更赔不起。少吓唬我，明天挖机照常进场，你那几条水痕救不了你。哼！水已经给了答案，可他们只想听钱的声音。燕川啊，这么早来又是为了那口糖？昨晚短雨半小时，水位涨2寸，暗沟已进水。这是照片、记录和复印图，精神值得肯定。但项目不是我一个人说停就停。我不要你马上停项目，只是先暂停填塘，请清溪水务服务站查暗沟和排水渠。哥，你真不嫌累？昨晚守塘，今天告状，明天还要告全村。明知有风险还硬干，我只能留证据。行，材料我收下，会里研究研究。我要登记回队。村里办事儿还搞城里那套，我还能吞了材料？那就签收。可以了吧？今天挖机不能动暗沟口。我尽量协调。林彦川，你真把材料递上去了，想让全村项目黄是不是？我只是要求查清楚水路。查什么查？你就是拿你爸那张破图吓人。大家看看，他就靠这几条歪线，想停掉咱们的农家乐。难怪不肯签字，原来早准备去项目方告我们。真查起来，项目会不会停啊？停了谁赔？我家摊位钱都借好了。这只是复印件，你们可以补图，到时候不会消失。那我今天就让它不存在。那我今天就让它不存在。没图了。大伯，你撕的是复印证，原图我早送走了。你送哪儿了？该到的地方。你们还是动了暗河口。材料已签收，再动暗沟口，我立刻打电话。你们还不知道吧？林彦川把图送项目方了，他要查项目，查到农家乐干不成。真查下来，摊位还分不分？谁知道呢？他嘴上说防洪，背地里递材料，我们就等着被他一句话断饭碗。这不就是告全村吗？哟，告状回来了。我递的是风险材料，不是告状。风险？你一口一个风险，不就是想逼方老板多给你加钱？我再说一次，钱不要，塘不能填。你不要钱，我们还要吃饭呢。可他真想要钱，昨天就该签20万。小川，你懂什么？他城里人，心眼多。你有空吗？帮我扶一下标杆。量塘，量高差，看水往哪儿走。这玩意儿真能量高低？能，水面守平，塘边比村东渠低1.8尺，水先来这里缓冲，才不会倒灌。听见没？又开始摆弄他那套城里工具了。这是最简单的水奔管，村里修房打地基都能用。低1.8尺，那塘还真比渠低。低又咋了？低就低呗，正好填平。填平以后，水就去你们家地里找低处。那不就是春秀奶奶那片？所以我才说，老塘不是废塘，是水的退路。
别听他吓唬，今天晾这个，明天就拿去外面核查，项目停了，别找我家。他们不信我没关系，数据会留下来。他还真把水务服务站的人叫来了。那项目不会真要停吧？呀，陈工，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小项目哪敢劳您亲自跑一趟？例行侦查，有人递了风险材料，站里让我过来核一下。听见没？就是他递的材料，他就是想让农家乐黄。我递的是暗沟口和水位，查清楚，对谁都好。燕川，村里内部问题，你非递到外面核查，多不好。林彦川，陈木师兄还认识啊？怪不得水务服务站来的这么快，原来有熟人。水利巡查按材料走，按人情走，没问题，更该配合。这里昨晚被动过，早上挖机铲了一层，我用村务签收回去才计条。误会，都是施工队放线，不知道下面有沟。我昨天就说过，这里是暗沟入塘口。先别争，燕川，把你测的数据给我。短雨半小时涨2寸，塘边比村东渠低1.8尺，暗沟口持续入流。你的判断不是空口吓人，所以能叫停填塘吗？光靠手绘图和现场记录还不够正式进庭，还要历史降雨、水位资料和排水区档案。听见没？不够，他就是瞎折腾。我说不够进庭，不是说没有风险。资料在哪儿能查？清溪水务服务站有旧档，旧档案室可能有牌照图，我回去调。你整理原始记录，别只留复印件。陈工，那项目明天是不是能继续？在我核完之前，暗沟口不能再动，谁动，要追谁的责任。终于有人愿意看水往哪儿走了。林老板，真到这儿？白天不是说陈工不让动吗？到，天亮前填平一半，谁还能让咱们挖出来？谁让你们往暗沟口倒沙土的？林彦川，你阴魂不散是不是？陈木白天刚说过，核查前暗沟口不能动。你现在倒渣，就是故意破坏排洪口。少拿陈木压我！这是村里的塘，我想怎么填就怎么填。车牌、时间、地点我都记下来了。我现在叫村务值守过来做记录。你敢！这是彦川，你胳膊都流血了，还管这个干啥？因为今晚不管，明天他们就敢把整个塘填了。你好，麻烦来老河塘做现场记录。清溪村有人半夜往泄洪暗沟口倾倒建筑渣土。林彦川，我可是你亲大伯。从你往这儿倒第一称渣土开始，就不是了。赵桂兰、林彦川，出来！叫值守人员拦秦大伯，你们林家真有出息。大哥，延川也是怕出事，你们半夜倒渣土本来就不应该。弟妹，你还帮他？我昨晚差点被扣在现场，老脸全让他丢尽了。我爸为了项目忙前忙后，他倒好，叫值守人员拦自己人。二婶，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建民刚走，家里就闹成这样，像什么话？彦川啊，亲戚之间有事关起门说，你往外捅，不怕你爸在地下寒心？彦川，要不咱别再闹了，妈真撑不住了。妈，昨晚他们堵的是暗沟口，不是我闹，是他们不拿全村人的货路当回事。又来了，你是不是非要把你爸那套破本子捧成圣旨？这不是圣旨，是记录。2019年东局堵塞，春秀沈家积水半尺；2021年后山急流，老塘还水2个小时。我家那次是进过水，进点水算什么？他现在拿旧事吓人，不就是想把联系值守事儿说成他有理？我联系值守，不是因为他是我大伯，我联系值守是因为他半夜往泄洪口倒渣土。什么泄洪口？不就是个臭水塘？你们叫它臭水塘，我爸叫它退路。水来了，它能让村里多出2个小时转移的时间，够老人孩子从村东撤出来。
建民以前总说，堂在，人就还有地方躲。我那时候嫌呛他啰嗦。弟妹，你也被他带偏了。我们田堂是为了全村过好日子，好日子不是靠赌活路换来的。别被他吓住，他今天能叫值守人员拦我爸，明天就能让项目停工。林彦川，今天你当着大家的面撤案，给我道歉，这事儿就算过去。渣土清出来，暗沟恢复原样，我可以不追究昨晚的拉扯，但道歉不可能。谁说项目能继续了？找到了，只找到一部分。老河塘确实标在低洼蓄水点上，旁边还有一条暗沟入塘线。一张旧图能说明啥？几十年前的东西也能管现在的事儿？旧图不能直接定性，但能证明这里不是普通废塘。昨晚倒渣土的事儿，也必须写进报告。报告？你们还真要往上递？他就是想把项目拖黄。项目要是合规，还怕查？陈工，村里愿意配合，但这事儿是不是先内部协调，别一份报告递上去，影响乡村振兴大局。防洪安全也是大局。标题先写清溪村老河塘填埋项目防洪风险初步说明，加上暗沟口被倒渣土的照片，还有昨晚车牌。陈默，刚才项目办那边来电话，说清溪村项目手续齐全，村里反映这是林家内部补偿纠纷。补偿纠纷？谁说的？周德旺刚来过，说林彦川家嫌20万少，才拿防洪说事。项目办让报告先别定性，补充更多正式资料。他往泄洪口倒渣土，竟说成我为了要钱。初步报告我照交，对方如果拿手续不健全说事，上面大概率会退回补材料。那就补，要什么？历史报语记录，老闸全属排水区走向，近年积水证明，最好还有村民证人。村民现在都觉得我是断他们财路的人，那就从愿意说实话的人开始，比如吴春秀，他家进过水，果然被压下来了。还没结束，他们已经怕了。那我就把他们怕的证据一条条补齐。各位乡亲，项目一开，停车场要人看，摊位要人管，咱村的人我优先用。1个月能给多少钱？保洁3000起，摊位租金前3个月减半，年底项目赚钱，每户都有分红。这么好的事儿，就怕有人见不得咱们挣钱。林彦川，你听见没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是全村的饭碗。彦川啊，报告也退回来了，项目方都说要补材料，你就别再拧着了。春秀婶，我想请你做个证明。2019年你家门口积水半尺，这事儿我记得你说过。彦川，今天大家吃饭说好事，你提这个干啥？这是补材料，证明村东有积水历史，报告就能往上走。往上走了，项目就停了。项目停了，我孙子摊位咋办？可你家就在村东。我知道我家在村东，可我孙子欠着学费，我儿子在外打工回不了人，你不懂我们穷人的难。春秀婶说的对，哥，你不能拿大家过日子的指望换你那几张报告吧？林先生，我理解你谨慎，但村里人等不起。你担心，我就多铺2根排水管，排水管代替不了蓄水塘。又是这套，你就说字签不签？不签，老塘不保住，谁劝都没用。再闹下去，饭碗真没了。彦川，妈知道你是为大家好，可他不敢说。不是不敢，是不想陪你疯。全村都想过好日子，只有你非要拦着。
那我就找不用求人的证据。胳膊还没好，你又翻这些做什么？村民不敢作证，我就找不用求人签字的证据。这是你爸巡堂时带的，他怕自己嘴笨，就录下来。还能放吗？周德旺，村东排水局又堵了，汛期前得清，不清水会从春秀家那片倒回来。老林，你一天到晚就盯着水沟，村里要修路要招商，哪有钱天天清沟？老塘暗沟东渠是一条线，塘在，水有地方去，塘没了，人就没地方躲了。他这句话原来不是随口说的。他说了这么多年，就是没人听。2021年8月12，后山来水急，老塘涨得快，暗沟口不能堵。行了，老林，别拿你那破塘吓人，几十年没出过大事，你别给村里添乱。原来周德旺早就知道暗沟口不能堵。燕川，这个能当证据吗？能，至少能证明我爸不是固执，是他们不肯听。周德旺，我爸提醒你清理东渠，保护暗沟口，你为什么没写进防汛记录？你爸那些牢骚话也能算记录？那就让大家听听，是牢骚还是预警？塘没了，人就没地方躲。谁知道这录音是不是剪过？他现在为了停项目，啥都干得出来。燕川，录音来源不明，不能影响集体项目。你再拿这些旧东西闹，我只能请你离开现场。你怕的不是录音来源不明，是录音讲得太明白了。手续齐全，准备进场。清溪农家乐配套工程手续齐全，今天正式进场，无关人员退到京城县外。暗沟口还没核查完，谁都不能动。你还来？昨天录音，今天挡车。林彦川，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闹的是你们！陈木说过，核查前暗沟口不能动。陈木只是不让动暗沟口，我们今天清的是塘边表土。你们划的线正压着入塘水路，第一铲下去，水就会被逼出来。又来了，水会说话吗？还第一铲就出水，你真当自己会算命？他天天吓人，项目还干不干了？把他请开，别耽误施工。林先生，你先让一让吧。你今天下这一铲，出了事儿，施工记录上有你的名字。继续。那边冒水了，咋真出水了？下过雨，冒点水有啥稀奇？这是后山暗沟的压力水，你们刚才那一铲把老闸旁边的出水缝震开了。停一下，先停一下。你不是说这里没问题吗？巧合，肯定是昨晚渣土没压实。现在你们看见了，老塘下面有水路，不是我编出来的。今天先暂停，把水口围起来，谁也别乱说。水已经冒出来了，你堵不住所有人的嘴。谁让挖机铲到这里的？陈工，施工队只是清表土，谁知道地下会冒水？不是地下水，你看水色浑，带山沙，水温也比塘水低。这里就是后山暗沟的出水口。他判断没错，水是从坡向暗沟来的，不是塘边渗水。你们一个师兄一个师弟，当然互相帮腔。水流方向不会帮腔，你不信，可以自己看。那要是这里堵了，水往哪儿走？后山水从这里进塘，再从村东渠慢慢排，这里一堵，水就会沿着施工路往低处绕。最先到的就是你家那片低洼区。我家？少吓唬人！就冒这么点水，能淹谁？平时是这么点，暴雨时后山来水成倍增加，这个口子就是泄压点。哼，说来说去不就是一个小泉眼儿？施工遇到地下水很正常，封住就行。不能封，去拿水泥，先把水口封了，免得他拿这个继续闹。方老板，陈工还在这儿呢。先别急，
别把事儿闹大。项目停一天，我损失多少你知道吗？一个水口，封了再说。你今天敢封，我就让你把故意堵塞排洪通道这几个字写进核查材料。在水务服务站核查结论出来前，任何人先别封堵。不就冒点水吗？可那水真是往我家那边去的。燕川，妈找到了。妈，你怎么来了？你爸留下的照片，不是一张，是攒了好多年的。 2016年、2019年、2021年，这些位置都在暗沟和东区附近。我以前也嫌他烦，嫌他天天守着臭堂不赚钱。可这些年，雨夜是他拿手电出来检查，沟堵了是他半夜去掏的，老闸卡了也是他一个人修的。弟妹，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二婶，你别被燕川哥带偏了。二叔那些照片只能证明他爱折腾，证明不了堂不能填。婉晴，你二叔活着的时候，你家房后沟堵了，是谁冒雨去通的？那年我家门口进水，也是建民拿铁锹挖开的沟。你现在站出来，是不是觉得建民死了，林家就该听你儿子的？你偏心他，连我这个大伯的脸都不要了？大哥，脸没有命重要。你要挣钱，我不拦着。 可你不能把水路堵死。好得很。弟弟死了，弟媳妇也跟我翻脸。是你先和这条水路翻脸。几张旧照片说明不了专业问题。项目手续在这儿，不能因为一家人的情绪就停工。照片能证明老河塘长期承担巡查和排水功能，再加上现场出水，我会把这些作为补充材料提交。陈工，话别说太满了。该写的我会如实写。 爸，我记得。燕川，上游青山片区发暴雨红色预警了，水务服务站刚收到通知，未来3天累计雨量可能破近10年记录。上游到清溪村，洪峰大概要多久？快的话2天半，慢的话3天，前提是东区畅通，老塘能蓄水。咋了？妈，可能真要来大水了，村东这些人。 今晚就得准备转移东西，这么快？他们不信我没关系，老人孩子不能等到水进门再走。他们刚才才骂过你，你现在去，谁肯听？不听也得说，这是我该做的。今晚把证件、药、粮食装好，老人孩子尽量先去高度亲戚家住2天。又来了。 白天说堂，晚上说搬家，你不累啊？叔，上游真发红色预警了，我刚也看见了。预警年年有，哪次淹到我家了？春秀婶，你家门槛最低，先把孙子的书包、药箱、存折收起来，放到2楼或者高处。我一挪东西，全村都以为我信了你，到时候摊位分不着，谁管我孙子？听见没？燕川哥又开始吓人了。 上午还说水往春秀婶家走，晚上就让人搬家。明天是不是要大家跪着求你救命了？林婉晴，拿别人的命拱火，很有意思吗？我看你是想让全村都乱起来，好证明你是对的。就是农家乐还没开，先被他吓散了。哥，他们都不听，咋办？继续敲，低洼区一共23户。 哪怕只有1户听，也值了。红色预警，真有那么严重？今晚试营业，明天一早发开业通知。暴雨前，先把第1波客流抓住。红色预警还挂着呢，这时候开会不会太急了？周德旺，报告被退回了，说明项目就不用停。你要政绩，我要回款。 拖下去谁负责？对，先开起来，工程款也该结一部分了。等游客来了，看谁还说这堂比钱重要。谁让你们把棚架搭在排水渠上？临时摆2天，又不影响。这里是村东主排水口，暴雨一来，水排不出去，
先倒灌低洼区。又是低洼区，哥，你就不能盼村里点好？这真堵死了，水咋走？你懂啥？这是方老板设计的游客路线。游客路线不能压排水线。林彦川，你敢拆我的场地？我拆的是堵排水口的东西。你疯了！马上试营业了，你想让全村看笑话？现在不拆，明天就不是看笑话了，是水进屋。大家看见没？他见不得项目好，直接动手毁场地了。彦川，马上停手！你这是破坏施工现场！你们看清楚，水已经顶上来了。哥，真往外冒了！今天你拆多少，我让你赔多少。可以，你先把村东23户的命赔出来。林彦川，你拆我围挡，毁我试营业现场，今天不给说法，别想走。对，让他赔！一天天拦工程，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他？他不是有本事吗？让他把摊位、护工损失全掏了。彦川，咱赔不起呀！我拆的是堵排水口的围挡，再晚10分钟，水就倒灌住村东。少拿水吓人！围挡、棚架、人工，3.8万，现在赔。几块木板3.8万，你抢钱啊！还有试营业损失，他要不赔，我就走合同索赔。彦川，你这次冲动了，先道歉，赔偿慢慢谈。排水口被堵，你不管，我拆开排水口，你还让我道歉？别转移话题，赔钱还是联系值守？联系值守可以，我也正要联系值守。工地涉嫌占压村东主排水口，水位已经顶到渠口了，再堵半小时，低洼区会先积水。陈工，他擅自拆我东西，你也要护？我护的是排水通道，这个围挡，他不拆，我也会拆。陈木，你说话注意分寸，你只是清溪水务服务站工作人员。那我以清溪水务服务站身份要求，立刻暂停涉水区域，清空排水口障碍。大家听见没？他们俩合起伙来停咱们项目，将来要你担责，可别怪我们没提醒你。如果因为要求恢复排水通道要担责，那我认了。师兄，你签见证人，我签现场负责人，责任一起担。我也认，但今天这工地必须停。好，今天所有损失，我都会一笔一笔跟你算。先把排水口清出来，损失以后算，命现在就得保。陈工，看清楚了，全村36户，29户大红手印按在这儿，大家要求农家乐明天照常试营业，绝不能因为某人眼红断了全村的财路。财路，这根本就是在拿命倒贴。林彦川，你砸我围挡，半夜装神弄鬼报警，现在又带着陈工来压我，怎么显得就你是大善人？就是，白纸黑字在这儿，难道这29户人全上赶着害自己？别跟我扯这些，签名管什么用？老天爷下大雨的时候，不看你们的手印。陈工，你是公家人，得顺应老百姓的意思。大家宁愿冒点险也要挣钱，这责任你扛得起吗？春秀婶儿，春秀婶儿，你家房子地势最低，昨天管子里量出来的水线你亲眼看过的，你怎么也敢签？彦川，我也不想签啊，可大家都签了，我要是不签，方老板说明天就不给我家派摊位了，年底分红也没我家的份儿，这日子总得过呀。人家要吃饭。你们以为签的是保证书，那是你们的催命符。真淹的时候，你们拿这张纸换命吗？少他妈说风凉话！我不管你同不同意，明天吉时一到，农家乐照常开张。陈工，你要是非要卡我，咱们就走着瞧。威胁？你敢动那条泄航沟试试？我今天回去就向上级申请强制停工。陈工，你为了个林彦川，连自己的前途都不要了？行，你们要钱，
我要命！哥，这水的颜色咋和黄河似的？泥石流前兆，山上的水全下来了，比天气预报提前了4个小时。那村东那片不就……别愣着，快去大队广播室！清溪村的都听着，后山山洪下来了，村东23户马上带上人往村西跑，不要管东西，水马上进屋了，全往高处跑！所有人，烂泥塘千万别去，那边马上就会被冲平。林彦川，你个小畜生，大半夜你造什么谣？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外面的天，你在杀人，你知道吗？你喊了这几嗓子，明天方老板怎么试营业啊？我们的钱全完了！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试营业？等全村淹死了，你给他们收尸开业啊！我让你喊！周德旺，你以为你拉了电闸就能拦住水吗？你再散发恐慌，老子立刻叫派出所抓你！小川，骑摩托，挨家挨户去砸门，走！哥，渠口全让方老板那一堆垃圾堵死了，挖不开。别管了，去春秀婶家，她家最低。进水了，真进水了！我家炕上全是泥巴。燕川，救命啊！这水咋涨得这么快呀？先走，东西不要了。不行，药在柜子里，存折也在，我孙子还要上学。命都没了，你要存折买棺材吗？春秀婶儿，上来，我背你。燕川，婶子不是人啊！别说了，快上来，抓紧我！没了，全没了，这下全完了。人还在，就没完。都别跑，快把我的那几十万的音响捞上来！方老板，咋办？舞台都塌了。那是我的收银台啊，3万的实木啊！线掉水里了，要电死人了！快跑啊！全他妈别下水，有电！你干什么？你别碰我的总闸，一断电我那些怕水的设备全得完蛋！不准拉闸，捞上来还能修。为了你这堆破烂，还要搭进去几条人命吗？你敢拉闸，老子嘎了你！你的钱啊，我的设备全完了！怎么会这样？不是说水进不来吗？方老板，大水专治各种不服，他不是冲着你的钱来的，他是顺着这被你填满的老塘来给你送报应的。水压顶满了，全村的低洼地全爆了，必须开南闸分流。可这闸锁了有10年了呀！我爸临死前交代过，只有全村快淹死的时候才能开这把锁。动作快，你们全部推到侧面，别被水冲走。给我开啊！开！干！修死了！不能开南闸！你他妈疯了！水马上要漫过大坝，淹死半个村子了。这南闸的水流下去，正好冲在我的大棚和偷倒的渣土堆上。闸一开，上头要是查下来，我就全露馅了。我得坐牢啊！我绝对不让你开！你大爷的林建国！你为了掩盖你那点破烂事儿，要拉大家赔葬！我不管，水还没淹死人，你敢开，我跟你拼命！林建国！你敢打我！我男人为了这口糖连命都没了，全村人马上被淹死了，你还不肯放手！你这畜生，给我滚开！
叶川，开闸！帮我一把！开了，开了！不行，水出不去。闸后5、6米的地方，全是建筑垃圾和烂树枝，泄洪沟被堵死了，那不白开了吗？村东那边要全淹了！堵死了，堵死了，好，堵死了，水就不会冲向方老板的农家乐了。你是说，闸后的那些建筑渣基，也是你为了拿方老板的奖金，半夜偷偷倒在这儿，是不是？我哪知道会有这么大的水？那片正好是个洼地，倒砖头最省事。林建国，你这个为了几张钞票连祖宗都不要的畜生！成功，给我用手电照亮，我把它挖开！不要命了！等会儿疏通的瞬间，水流能把人冲走。拿绳子系腰上。哥，你先撑着，光靠你挖不完，我去叫人。拼了这条命，我也给你叫人来。燕琛，快一点，再长半尺，村东的平房全得没顶。那就赶在没顶前，给村里挖出一条活路。燕川，只要能把水引走，你说咋挖，我们全听你的。我家刚盖好的偏房进水了，拼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是挖开这堆砖头，水就会顺着沟全冲进农家乐的地基，方老板不会放过你们的。兄弟们，挖！通了！所有人立刻往两边高处爬，快！通了，水通了！退了！哥，你快看，村东那边的水真的退回去了！快涨！我家院子里的水流出来了，这沟真救命啊！燕川啊，你是咱们全村的活菩萨呀！要是再多等10分钟，我们一家老小就全喂王八了。春秀婶儿，水还没透，别停！大家帮着把沟两边的碎砖再往外踢一踢，千万别让它再堵死回流。村东绝对水位开始下降了，老唐开始大口吃水了。真是该忘了，这也未必是他挖沟的功劳，指不定就是这会儿雨下的小啊。林婉晴，你眼睛瞎了，还是良心让狗吃了？你听听这天上砸的雨变小了吗？要不是燕川哥流着血搁这挖沟，你现在都该吃你大伯家的席了。燕川，你爸要是天上能看见，他这辈子值了。各位，老唐虽然能装水，但底下被方老板填了一半，装不满今晚的暴雨。那咋办？没转移的老人孩子不能掉以轻心，还能动的，跟我去村东最后那几户低洼地搜人。走，全听李彦川的，你说救谁，咱们就救谁。以后谁敢再给那个姓方的说句话，老娘拿活牙子咬死他！哥，老郑头转走了，刘瘸子一家也撤了，巷子最里头，刘家外出打工留下的那2个小娃没出来。那水流最急，屋子年久失修，随时会塌。彦川，那屋子墙都歪了，水太急了，别去了，等消防来吧。等消防来收尸吗？里面是2个喘气的孩子。哥，那水都快淹到你胸口了。小川，把麻绳拴死我腰上，如果我5分钟没出来，或者屋子塌了，你们就全员往外拽，任何人千万别下水。
哥，你受着伤，我去。你水性是个半吊子，进去等我救你吗？拴绳。丫头，别怕，叔叔来带你们出去。叔叔，我怕。丫头，叔叔接着你，往叔叔这边跳。哥，小心后面！哥哥，燕川，接住他！拉绳子，快拉绳子！那是老林家的种，轮不到你死在里头。300万的投资啊，刚建好一半就全毁了。林彦川，我要弄死你！这就是你要的结果是不是？乡亲们，你们看啊，昨天这根本就不该有这么大水，就是因为他半夜私自砸了水闸，强行挖了泄洪渠，才把隔壁村东的水全往我这儿引。是他毁了你们全村发财的农家乐，这个损失，他林彦川必须赔到倾家荡产。方老狗，你还要不要脸？昨晚要不是川哥挖了沟，我们全村23户人家全都得绝租。姓方的，你放屁！是你先拿土填了我们村祖祖辈辈的老塘，更是你截断了水路。彦川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敢动他一根指头，我们让你出不去这个村。昨晚泄洪沟，我们全村人都有损失，你要谁赔？射！干什么干什么？村长，你来的正好，马上报警抓林彦川，还有这个陈木，他昨晚越权下令停我的店，我要去纪委告他到死。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本子上白纸黑字记着，昨晚几点几分，你手下的电缆漏电差点电死人，几点几分，水淹到了村民的房顶。我作为水务站的现场执行人，每一步操作都符合防汛紧急抢险法，你阴我！还有这个，彦川哥在大雨还没下的时候，就把村里的老弱病残梳理出来了去救人。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光想着抢救你的破低音炮，少拿救人当挡箭牌。你们的死活关我屁事！是林彦川带头挖沟，毁了我几百万的投资。我要去告他，告到他倾家荡产。你可以告我，但老天爷的账，你这辈子都还不起。老唐不收你的钱，他只收现世报。谁是农家乐项目负责人和村干部？领导您好，我是投资方。哎呀，这次真是100年不遇的天灾呀！而且村里有些刺头恶意破坏防汛堤。我来不是听你推卸责任的。省里调取了卫星云图，这场雨根本达不到100年不遇的标准，但清溪村却差点造成重大连片决堤。我问你，谁批准你在天然蓄洪坑底打地基的？组长，我们村的规划都是有上面盖章的合法手续。是林彦川这个人，他有红眼病。你的合法手续有没有包括隐瞒活水暗沟？有没有包括非法填锚自然泄洪口？领导，你要的证据都在这里。这是老河塘原始水文图和过去20年的防汛记录册，证明这里根本不是什么荒地，而是水利干线咽喉。第二，这是我录下的周德旺为了分红收益，明知有淹村风险，却故意隐瞒不报的录音。林彦川，你……最重要的是这个，前天晚上有人指使大车用几吨重的建筑垃圾，连夜把天然排水的暗沟口给塞死。这是车牌号和作案时间的照片。照片算什么？那渣土不是我倒的，那是施工队干的。
是林建国想多赚点小钱，自己做主到的，跟我没关系。林大伯，你昨天晚上可是跟着燕川哥一起把老刘家的孩子从水里抢回来的，你现在还要替这种畜生扛罪吗？你要坐牢的。爸，你跟他们说实话呀，爸。同志，渣土是我盗的，但是方耀存指使的。他说陈木卡他手续，只要半夜用重供车把谢洪口堵死，第二天就查无此证。他承诺事成之后，私下给我3万块钱的封口费。我的微信里有他给我发的转账记录和让他助理通知我找翻斗车开工的语音，字字句句全在这2部手机里。证据确凿，方耀祖周德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水利设施罪，全部带走调查，项目立刻查封。燕川，大伯这辈子对不起你爸，对不起你，进去蹲几年，就当我还债了。出来以后，我接你回家。爸，我守住了。乡亲们，市里的联合通报下来了，方耀姑周德旺涉嫌非法填埋行洪通道、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已经被正式批捕，项目全面查封，勒令限期恢复老荷塘原貌。领导，那方老板遭抓了，我们年底的分红咋办？白纸黑字写着每年每户能分2万块钱呢。对呀，我们可是把自家的地都让出去了，就算他犯法，钱总得给吧？给。你们仔细看过你们签的合同吗？我们在查招方耀雄公司账目时发现，所谓的全村分红协议，在法律条款里写的是农家乐每年纯利润的溢出部分进行自愿性补偿，这根本就不是保底分红，这是一张空头支票。啥意思？1分钱都没有。春秀婶儿，这还不明白吗？方老狗就是拿一张废纸，把咱们全村当猴耍，他哄着你们签了字，好拿去上面应付审批。等他的烂尾楼盖起来，真发大水淹死了人，他拍拍屁股走人，你们连买棺材的钱都拿不到。我们真是瞎了狗眼啊！拿自己一家老小的命去赌那连毛都没见着的一块大饼。现在认清还不晚，水冲不走骗局，但能冲醒活人。先把堵死的水路挖通，只要命还在，清溪村就垮不了。李婉晴，你躲什么？下大雨前那天，你挨家挨户串门，说燕川拦着田堂是为了多讹方老板的钱。你今天是不是该给个说法？对，就是你到处放屁，说燕川在城里混不下去，才回来眼红我们发财，我们才跟着去骂他的。春秀婶，我当时也是听我爸瞎说的，我不知道方老板是骗子。听来的话，你说的比谁都真。你知道因为你这几片嘴皮子，燕川哥承受了多大压力吗？他爹死了都没人在乎，你还在他心坎上捅刀子。哥，我错了，我不该跟长生一样造你的谣，我真的是混蛋。你最该道歉的不是我，那是谁？是这本被你骂作破本子的东西，还有写下他的那个人。这是我爸写了20年的命，哪条沟堵了，谁家的屋子地势最低，暴雨天该先背谁走，他全写在里面。老荷塘不可填，塘底若封，水倒灌，先淹村督翁春秀家偏房，再淹巷内低地。建明哥，连我家在哪儿漏水都帮我记着。二叔，对不起，我以前还骂你是吃饱了撑的，要
要不是你留下的底子，我前天晚上就死在村里了。婉晴，你想赎罪，就不光是跪在这里哭，把你乱传过的话，一家一家、一户一户给我纠正回去，告诉全村，老荷塘到底为什么不能填。我去，谁家我说过你的坏话，我就去谁家门口磕头解释。我要让全村人都知道，二叔是个英雄。燕川啊，理是这个理，堂保住了，可农家乐也黄了。谁说守着水就只能受穷？那是老一辈的活法。哥，你画的这是啥？咋全都是木头桥和芦苇户？这不是水坑，这是清溪生态滞洪蓄水湿地。方老板的农家乐为什么该死？因为他把水泥打在了火眼上。我们不填塘，我们顺着水势种净化水质的草本植物，高地做生态停车，低洼区做景观浮桥，汛期一到，浮桥全部升起，就是天然的海绵蓄水池。燕川的方案，我代表市水卫局全票通过。不仅通过，市里还有200万的流域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和防灾减灾专款支持这个项目。这次不招那种黑心投资商，资金直接打到村集体账户。关河、研学、天然农产品集市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公开透明的活命钱。妈呀，这不比那什么虚头巴脑的农家乐强1万倍！燕川，你愿意带着我们干？我们以前那么骂你爹，我爸守了半辈子水，是为了让你们活下去。我回来是为了让大家活得有尊严。这塘在，水在，我们的根就在。这字谁签？老娘第一个签！谁以后再敢填老塘1寸土，我剁了他的手！你干什么？你不是因为提供证据被取保候审了吗？还来干啥？弟妹，我来把这条沟掏干净，快入秋了，怕再下雨。你现在做这些做给谁看？想给自己在村里留个好名声？给我自己看，给我那死去的好弟弟建民看。燕川啊，大伯不是人，从小爸妈就偏心建民，他老实，他窝囊，可全村人都念他的好，我看不起他。我想混出个人样，证明我比他强，所以方老板拿钱砸我，我连祖宗都不要了。可前天晚上我才知道，我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啊！没了我弟弟守了20年的水底子，我连自个儿的命都保不住。你差点害死全村，几滴鳄鱼眼泪就想翻篇。我不求你们原谅我。燕川，你说要挖通全村的水路，我没脸进村委会，我就在这儿挖。我弟弟挖了20年的沟，我拿下半辈子还给他。建民啊，你看到了吗？南闸的淤泥最后，明天早上6点，你带上工具去那边清，清不干净别吃饭。哎，我去，我6点前就去。哎，那辆大路虎停在黄线里头，黄线外面是泄洪通道，压了要罚钱的啊！小川，你看你那拽样。不过这规定好，谁敢动排水口，老娘第一个不同意。活该！燕川，新的清溪水文图，市里把它定为防汛生态改造的标杆了。下个月我调你进总局做水利技术顾问，不许拒绝啊！顾得上看吧。汛期马上又到了，我得盯着底下这帮人。不准把任何一个烟头扔进沟里。你爸这本旧笔子，以后你就照着慢慢填吧。爸，水清了，路也通了，塘还在，村子也在，您听见了吗？